前不久，蚁人3发布了第2支预告片，虽然视频只有短短的2分18秒，但里面有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隐藏细节和彩蛋。今天我将逐个镜头分解，并尝试解读电影中的一些剧情。为了不浪费太多时间，咱们现在就进入主题。大家先注意看第一小段。You have a daughter, but you've lost a lot of time, like me. We can help each other with that.在这个片段，我们可以看到斯科特接到了他女儿凯西的电话。然而，凯西在复联4之后就已经长大了。现在请注意，斯科特仍然使用凯西小时候的照片当壁纸。其实这点暗示了，尽管他现在名利双收，但面对女儿却感到十分亏欠。因为当初斯科特被困在量子领域内5年，这导致没能陪伴在女儿身边，所以他现在很珍惜与凯西相处的时间。而康可能会利用蚁人这个弱点谋取私利，让他听从于自己。毕竟斯科特非常想和女儿过上正常的生活。接下来我们看到凯西从牢房里被释放出来，在影片中他可能会成为一个骗子，并且这点暗示了凯西正在追随斯科特的脚步。紧接着，我们看到与第1支预告相似的镜头，当凯西向家人炫耀他的新技术时，这个蓝色球体便开始吞噬附近的一切事物。现在请注意，斯科特被量子领域吸进去时，身体在不断缩小。大家继续看第2小段。 Who are you? I'm the man who can give you the one thing you want. What's that? Time.当2人在正面交谈时，然而此处给了康一些特写镜头，请注意他脸上的伤疤，这或许在暗示当前版本可能是一个战士，毕竟征服者康有着多个变体。而乔纳杰·梅杰斯在影片戴的头盔，其实高度还原了漫画中的角色。不过该片段还有一幕非常细节，那就是康在收回头盔前，灯光会变暗。漫画中，艺术家曾经在康头盔周围画了一圈白色的边框，所以我猜测特效团队在他头盔周围添加的灯光，应该就是想与这点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咱们继续下一个镜头。 It can rewrite existence and shatter timelines. You cannot trust him. I don't care who this guy is. I just lost so much. 在该片段再次出现了康的特写镜头，然而此背景几乎证实了他在量子领域内。我们还看到了一座城市，在漫画中，这座城市又名时空城，是由征服者康统治的多元宇宙。不过之前我们还提到蚁人和康在进行交易，他们大概的意思就是，如果你能够帮助我，我会给予你更多的时间。当然这点不足为奇，毕竟康原本就拥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力量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蚁人到底有啥本事能够帮助康？答案或许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量子领域。提到这点，其实初代黄蜂女和汉克皮姆都能帮助康，但他们不会这样做。可斯科特却不一样，因为他最想做的就是回到与女儿共度的时光，所以康才会利用这一点让蚁人听话。然后我们看到康在时空城上散步。现在请注意，这座城市有一些非常大的虫洞，不过这点让我觉得与复联4的一幕很像，那就是一群人使用类似的虫洞回到过去。紧接着我们看到斯科特一分为2，现在我认为这就是量子联系所有时间和空间的中心。斯科特将在这里遇到他的多种变体，如果仔细观察，你会发现他们都是有意识，并且知道彼此的存在。最后是预告片中最大的揭示之一，摩多克。虽然他的设计与漫画风格很像，但这个脑袋，漫威你是认真的？不过有细心的网友会发现，这不就是蚁人1中的黄山侠吗？实际上，当初他被吸入量子领域后，压根就没有死，只是被量子领域破坏了整个身体，因此才会有如今这傻乎乎的体型。但是他也有可能是个变种。现在这里有一个细节，如果我们将视频倒回几秒前，请注意，他们都穿过一个由云状形成的传送门，也许这是在时空城之外的某个地方。康特意将斯科特带到这里，就是为了给他看一些东西。咱们继续进入下一幕。Let me make this easy for you. You will bring me what I need, or everything you call a life will end.这里我们能看到蚁人在向地面坠落，然而他周围的环境也很诡异。不过从设计和图案来看，这与康之前带斯科特来的地方极其相似，也许康需要的东西就在此处。紧接着是这个史诗般的镜头，数以百万计的蚁人变体组成了一个梯子，让斯科特爬上去。其实我很喜欢这一幕，因为你不仔细看，很容易将这些误认为是蚂蚁，可如果近距离观察，就能看出这些实际上都是蚁人的变体。然后当康看向时空城的这一幕，如果我将视频放大并把速度放慢，你就能清楚看到康的宇宙飞船正在遭受攻击。这也意味着此处会发生激烈的战斗，毕竟地板上到处都是碎片，甚至连这个环状宝座都损坏了。下一个镜头，当标题卡上写着见证新王朝的开始，这其实是对康之王朝的直接引用，说明这部电影会为复联5埋下种子，并且将是漫威至关重要的一部影片。继续下一个片段。This is all my fault. You've made
may not want her to watch this. We had a deal. You thought you could win.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斯科特和凯西在拼命奔跑，但是我把这个场景和第一支预告放在一起，你会发现这两支预告有着明显的不同。在第一支预告片中，我们并不知道射击对象是谁，但在这里我们找到了答案。场景中没有量子领域的本地人，但是却多了一些平民。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场景，斯科特看着自己的多个变体，其中一个是从他体内出来的，但请注意，刚才从斯科特身上冒出来的那个立即激活他的头盔。可在下一个镜头中，你会发现新的变种再次从斯科特身上出来，并戴上了他的头盔。通过一帧一帧的重复观看，我得出了一个结论，这或许是特效团队深思熟虑后的选择，因为斯科特的所有变体都戴着头盔，除了他自己。这样做可能是为了让我们更容易分辨斯科特和他的所有变体。当然，特效团队在复联4中也做过类似的事情，他们首先将假的美队佩戴上头盔，而这一行为也让我们清楚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史蒂夫。但现在的问题是，为什么有这么多蚁人变种一个接一个出现？然而我猜测，斯科特在这里做的每一个决定，都会在现实中创造出一个分支，并催生一个新的时间线。但请注意，斯科特唯一关注的是这个最大版本，当这个巨型变种把自己撕裂的时候，他也会随之尖叫。然后我们看到凯西跳起来的那一瞬间发生了爆炸，不过这一幕与之前斯科特和凯西奔跑的那场爆炸极其相似，或许这两者有着紧密联系。下一个镜头切换到全副武装的摩多克，请注意他的身体中间有一个生命体征屏幕，这也表明他是半人半机器。接下来我们看到康和斯科特打斗的场景，由于右手盔甲完全脱落，征服者康的右臂也一直在流血。另外，当他踢向斯科特的时候，他瞄准的是头盔位置，而当他出拳的时候又瞄准了脸部的位置，可以说每一次都很致命。不过请注意，就在康踢斯科特的脸之前，地板上的碎片看起来与我们之前在预告片中看到的非常相似。我想表达的意思是，这可能是打斗前的场景，因为在这里他的右手还是完好无损的状态。而前面我也提到了康的飞船遭受过袭击，如果你通过蚁人的镜头仔细观看，你还能看到一艘宇宙飞船发生了爆炸，这些其实都是来自同一个场景，但却有着不同镜头。咱们继续下一个片段。 I don't have to win. We both just have to lose. I'm sorry, Cassie. 斯科特扔掉了他的头盔，因为他已经完全被康踢报废了。这点也说明，即使康没有任何武器，也很强大。随后，斯科特说了一句漫威标志性的台词：“我不需要赢，只要你跟我一起输就行。”但是请注意，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现实中出现了一些裂痕，就像我们在第一支预告中看到的那样。我的意思是，惠普或许也在这里，他可能会从康的手中救下斯科特。而预告片最后的这个镜头，康全副武装并爆出蓝色能量，但注意这里隐藏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，当康发射能量的时候，脸上的伤疤都亮了起来，就像他的头盔一样。